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在美国这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度，影视作品中自然不乏各式各样的英雄，而超人无疑是其中最经典的一个。他是世界漫画史上第一位超级英雄。超人平时他戴着面具、眼镜，化身为报社记者克拉克·肯特，用犀利深沉的笔锋报道世间不平之事，时刻维护平民的切身利益。当他摘下眼镜，将真实的自我完全展现出来时，他就是真理、正义、希望的象征。他代表着一切正能量，他就像黑夜中的灯塔，破除无明，照亮愚痴的黑暗，让人发掘内心本具有的真善美。他身穿蓝色紧身衣和红色披风，胸前巨大的 S 代表着希望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战胜困难，不断前行。1978年，随着电影《超人》的上映，人们终于可以在大荧幕上目睹 DC 经典漫画角色的风采了，而主演的名字也因此被所有影迷牢记。他身材高大，与钢铁之躯相比毫不逊色。他浓眉大眼，深邃的蓝眸清澈见底。他英俊潇洒，举手投足尽显绅士风度。他就是最深入人心的超人扮演者克里斯多弗·李维。克里斯多弗·李维出生于1952年9月25号的美国纽约。作为上世纪的美籍著名男影星之一，他所塑造的角色并不在少数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在1978到1987年期间主演的4部超人的角色。克里斯多弗8岁之时便展现了自己对于表演的热爱和天赋，在他眼中，表演就好像喝水一般简单，却充满了惊喜。他小小年纪便已经隐约确定了自己将来的从业方向。当克里斯多弗成长到10岁的年纪，他有幸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。克里斯多弗十分珍惜这个机会，完美地演出了王室侍卫队的戏剧。纵然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举足轻重，但他也感到十分满足。也是这次的表演经历令克里斯多弗彻底明确了自己的喜好，于是在今后的岁月中，他一直朝着表演方向发展。大学时期进入了克内尔大学，进修了戏剧硕士的学位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克里斯多弗一直在各个剧院片场磨练自己。他先后出演了《林斯顿日校》、《生命之爱》等影视作品。后在1978年，他赢得了首次在百老汇表演的机会。这样的机会对克里斯多弗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，他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一切的付出都在此刻昭示着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。百老汇至于美国的戏剧圈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。克里斯多弗取得的第一个百老汇角色谈不上多么的有分量，只是女主角的孙子，但这个角色也令其十分慎重和珍视，他可谓是耗费了许多心血进行揣摩和演绎。或许是喜事成双，克里斯多弗在同年登上了电影的大荧幕世界。他饰演了死亡潜艇内的一个小角色，而其所接的下一个电影作品便是成就他的超人系列。4部超人电影让克里斯多弗捧回了英国学院最具潜质新人奖，这对一个入行不久的年轻演员而言是一个十分具有分量的奖项。可以说，超人系列成就了克里斯多弗，而克里斯多弗也成为了美国的精神超人。此后的岁月当中，克里斯多弗又先后出演了10多部影视作品，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他依旧是荧幕和戏剧中的常客。原本克里斯多弗的生活应当就如此平坦顺利地度过，但这一切在1995年被彻底摧毁。他因一场意外导致高位截瘫，此后9年时间都在和病魔做斗争。1995年5月27号，他骑着一匹烈性马，在一座农场度假时，因坐骑跨栏的高度不够，导致了马失前蹄。他从马背上滚了下来，被甩在地上，头尖先着地，脊柱最上面2节脊椎粉碎了，他痛得当场晕了过去。克里斯多弗·李维被大家抬进医院，虽然紧急抢救了10多天，医生们做了最大的努力，他终于脱离了危险。
仍造成了自颈部以下完全瘫痪。在抢救治疗过程中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，并从此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残疾生涯。由于脊柱跌断造成的残疾，他的神经控制系统也开始失灵，双手不能灵活转动，双腿也逐渐萎缩，失去行走能力。最令人痛心的是，由于脊椎骨断了，克里斯多弗·李维根本就抬不起身来。起初他只能平躺在床上，靠着活动床来翻身，这样躺了大半年。在经过了多次手术之后，他终于可以抬起上身，但必须靠着皮带的固定才能维持上身挺直，一旦没有依靠，他便会一头栽下去。当时他曾想到，伤得这么重，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性，死亡对自己而言才是上帝最仁慈的对待。这种自杀的念头在当时一直折磨着克里斯多弗·李维，毕竟他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存在。当他终于把这种灰色的想法告诉自己的妻子丹娜·李维时，丹娜一边哭一边说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，我都会支持的，这是你的生活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决定。但我想你知道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永远陪着你的，你还是你，我永远都爱着你。这对小夫妻自1992年4月11号结婚以来，一直恩恩爱爱。当克里斯多弗·李维看到妻子从未有过的心碎和痛苦后，便什么也不再想了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欠他我的生命。与此同时的住院期间，他收到了全世界各地寄过来的一共超过40万封以上的信件。对的，这些都是超人的粉丝。粉丝们的信封已经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李维，看着还有那么多人支持自己，那么多人希望自己赶紧好起来，不管是粉丝影迷还是亲朋好友爱人的，都给予他很大的鼓励。不要说什么你已经是个废人，我们都还很需要你的。从此即使康复过程中再痛苦难过，他也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当年奥斯卡的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为表示对超人的爱心，曾为他出席1996年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费尽了心机。据说由于像他这样的患者长距离飞行的风险太大，光是保险费就用了20多万美金，占这次主办单位为他奥斯卡之行花销的1/2。克里斯多弗·李维出席6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消息，尽管事先已有一家电台透露，但是当女星艾玛·汤姆森离开舞台，幕布缓缓升起，慢慢露出克里斯多弗·李维时，全场来宾们十分震惊。他依然那么英俊，全身都放射出一种勇敢和幸福的光芒，谁都不敢相信他曾经濒临死亡。几秒钟后，他的好友汤姆·汉克、梅丽·史翠普等人便起立为他大声鼓掌喝彩。克里斯多弗·李维在以来宾身份致辞时，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观众席里看到了许多温暖和欢迎的脸孔。接着又着重讲述了妻子对他重获自信的关键作用。影艺学院为邀请超人所花的费用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之后克里斯多弗·李维的身体和心态都有了很大的好转，他下定决心不能做演员，那就当作家。这时他和出版社达成协议，由他口述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在他还处在流量的中心的时候，他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自传克里斯多弗·李维的生涯和勇气。这本书上市不久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。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后，他便成为了脊椎受伤残疾人的代言人，在漫长的抢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性命，这一切如斯弥足珍贵，他倍感珍惜。为了肢体伤残人士的保险问题，克里斯多弗曾在国会上进行游说演讲，而后为了残疾人的权益更是到处奔走。他所图很大，想要改变整个美国残疾人的生存状态，为他们赢得更多的福利待遇。随后不能演戏的克里斯多弗·李维又改行做起了导演，他执导的电影《暮色之中》于1997年登上荧屏。格伦·克洛斯、乌比·戈德堡、布里吉特·方达等影星跨刀出演，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票房。在导演杰夫·布莱克纳重拍希区考克经典《后窗》时，邀请克里斯多弗·李维重新拾起他演员的梦。其实这次的重拍并不是原版翻拍，只是借用了一个壳。
克里斯多弗里维最后将拍片报酬用来支持对脊椎病的研究。后窗是导演杰夫·布莱克纳为克里斯多弗里维量身定做的一部戏，他在电影中扮演一名瘫痪者，克里斯多弗里维完全靠眼神来表演。这部电影放映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，这也是他留在荧幕上的最后一部作品，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。后来克林顿总统会见了克里斯多弗里维，并答应立即实现拨给国家康复中心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资助费用。宾夕法尼亚州拨给4000万美元，在亚特兰大、洛杉矶、旧金山等市都以市政府的名义拨款给国家康复中心，用以脊椎病的研究。克里斯多弗里维在对公众演讲时说，20世纪60年代末，肯尼迪总统答应国民，我们要把人送上月球。当时差不多所有人，包括科学家们，都怀疑地摇摇头，可是我们做到了。脊椎病的彻底治愈一定能够实现，现在正在朝既定目标前进，我们征服人体的内宇宙完全具备了可能性。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克里斯多弗里维在2004年10月10号于52岁时死于心力衰竭和败血症。不过他在轮椅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9年，这在医学上已经是一个奇迹。克里斯多弗去世之后，当时的美国总统表示了哀悼。他发言说，自己和夫人对克里斯多弗的离世都十分痛心。他还表示，克里斯多弗堪称美国民众的楷模，是美国的英雄。作为总统，他必将传承其遗志，继续推进干细胞的研究。超人代表的是什么？是强大的力量，还是能以一敌百的体魄？恐怕都不是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超人代表的是希望。就算因为重伤导致瘫痪，但依然坚信着生活。为了不让周围的人担心，努力的让自己向着阳光生活。克里斯多弗的人生便是英雄的赞歌，他走得并不平坦，但一往无前。这份面对一切未知的坦然和勇敢，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。无怪乎克里斯多弗是美国精神超人，这份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和精神力是无数人难以企及的。美国总统的悼念在其强悍的精神之下亦显得理所当然。李维他不单是电影里的超人，在现实里也一样是个超人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